多年以来，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一直异常激烈，宛如一场硬仗。特斯拉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的汽车制造商，无论是老牌车企，还是中国的汽车巨头，亦或是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初创公司，都在电池技术、电机研发以及市场宣传上投入了巨额资金，数以10亿美元计。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这一幕，丰田没有，比亚迪没有，就连科技巨头苹果也未能预见。因为埃隆·马斯克刚刚发布了一项具有颠覆性的全新引擎技术，这项技术不仅是对现有电动汽车的升级，更是对整个电动汽车概念的重新定义。当这项技术在舞台上亮相的那一刻，整个汽车行业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陷入了静止。马斯克所展示的技术很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致命一击。这套革命性的驱动系统极其先进、高效且具有颠覆性，足以让所有试图追赶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项新技术甚至不再依赖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运作模式。这不仅仅是一台引擎，更是对所有低估特斯拉的企业下达了一份技术上的死亡判决。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台引擎的诸多惊人细节，它的工作原理为何能够领先时代数十年，以及为何行业分析师们已经将其称为终结电动汽车竞争的终结者。因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许不会仅仅被视为一次新产品的发布，而是特斯拉成为一个不可撼动行业领导者的历史性时刻。如果你想站在电动革命的浪潮之巅，请立即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特斯拉推出了一款重量级的车型，其0到60英里加速时间竟然突破了2秒大关，没有涡轮增压，没有复杂的变速箱，也没有传统引擎的轰鸣声，只有绝对的静谧和随之而来的强大冲击力。这不仅仅是一组性能数据，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宣战书，向传统的内燃机、复杂的汽车结构以及固有的传统思维宣战。而埃隆·马斯克所带来的新型电机不仅仅是一件武器，更是这场电动汽车终局之战的关键所在。当特斯拉揭开格子纹 Model 神秘面纱的那一刻，聚集的人群所凝视的已经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汽车，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因为在这流线型且低调的车身之下，隐藏着一套全球范围内无人能够匹敌更遑论掌握的强大动力系统。在其内部，一个转子以每分钟超过2万转的惊人速度高速旋转，这个转速甚至超越了所有量产电动汽车的电机。如此高的速度产生的离心力足以从内部将多数电机撕裂，然而此刻它却能够静默运转，稳定且高效的令人难以置信。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特斯拉破解了一个长期以来无人能解的密码。当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还沉浸在软件功能和品牌营销时，马斯克的团队已经深入探索了物理学的本质。他们将电机转子的设计推向了几乎要爆炸的极限转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采用了碳纤维材料对其进行包裹。这并非仅仅出于美学的考量，而是关乎生存的关键。要知道，大多数电动汽车的电机在转速达到每分钟16000转左右时就会开始解体，而特斯拉的电机却突破了20000转的惊人界限。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改进，而是对原有技术极限的彻底颠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不仅实现了如此高的转速，更能够稳定地维持这一状态。其秘密在于采用了碳纤维套筒的转子设计。这种套筒以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张力牢牢地锁住内部的铜芯，有效地防止了转子在高速旋转时因离心力而向外膨胀。这至关重要，因为旋转的转子与周围静止的定子之间的气系越小，磁场的强度就越强，电机的效率也就越高。这是一个原子级别的精密工程，哪怕偏差1微米，电机的效率就会立刻下降。如果套筒缺失哪怕1层，转子就会当场碎裂。但特斯拉不仅让这项技术成功运转起来，更实现了其便携化。在2021年6月10日举行的 Model Display 的交付仪式上，马斯克在台上轻松地单手举起了一台电机。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巧的机身里，竟然蕴藏着地球上最先进的电动汽车电机技术。它轻盈到可以单手提起，强劲到足以碾压市面上所有的轿车，高效到足以改写大众对于高性能电动汽车的认知。这绝非仅仅是营销上的噱头。在特斯拉交付车辆后，汽车趋势杂志得以对其进行亲身测试，测试结果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Plaid 车型加速到1/4英里的速度，比前一代 Models 快了整整1/4秒。所创下的惊人成绩，甚至让资深的工程师们都难以置信地摇头。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不仅仅在于强大的动力控制，由于没有传统的齿轮或换挡机构，特斯拉的新型电机从一开始就能够输出纯粹的扭矩，没有任何延迟，也没有丝毫的停顿。当你的脚尖刚刚触碰到加速踏板的那一瞬间，电机便会立即爆发出全部的动力。Plaid 的加速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场瞬间的能量爆发，整个过程静默无声，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效果，更没有任何的延迟感。如此庞大重量级的机器本应该像坦克一样笨重，但它却像一辆轻盈的运动摩托车一样灵活。与那些需要复杂的冷却系统、频繁的刹车维护或繁琐保养的传统引擎不同，特斯拉的电机转子能够持续高效的运转，日复一日地保持静默无声。这不仅仅关乎速度本身，更在于速度背后所承载的更深层意义。紧凑的转子结构为电池组、乘客舱，甚至是未来的创新应用都释放出了更多的空间。其在超高转速下所展现出的稳定性，预示着这项技术在汽车领域之外的广阔应用前景，例如航空、机器人技术等。它所承载的是速度的更深层意义。紧凑的转子结构释放出更多宝贵的空间，可以用来容纳更大的电池组，提供更舒适的乘客空间，甚至是为未来的创新应用提供可能。其在难以置信的高转速下所表现出的稳定性，也预示着这项技术在超越汽车领域的巨大潜力。无论是航空航天、先进机器人，甚至是军事领域，都可能成为其施展才华的舞台。而这些看似激进的设计选择，实际上更是一种对传统汽车工业的叛逆。特斯拉并没有像其他传统车企那样加入到无休止的竞赛中，不断增加更多的电机、更多的逆变器、更多的车身重量，而是选择向内突破。他们专注于优化核心部件，重新定义了电机的可能性。由此所创造出的成果，已经不再像是一个传统的汽车传动系统，而更像是一场彻底的技术革命。冰冷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Plaid 版本的 Models 0-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仅需不到2秒，1/4英里的加速时间也仅仅是9.2秒。但真正关键的是其实现方式，无需复杂的变速箱，无需进行转速匹配，更没有任何通过扬声器模拟出来的引擎轰鸣声，唯有纯粹的力量以一种瞬时、静谧且持久的姿态传递出来。这不仅仅是一款新车的发布，它更揭示了一台突破了所有既有技术边界的电机。机械的极限、热力的极限、磁性的极限都被特斯拉一一打破。特斯拉不仅仅制造出了更卓越的电动汽车，他们更描绘了未来10年内所有高性能汽车所要追逐的目标蓝图。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以超乎多数人想象的速度旋转的碳纤维包裹的转子。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其在性能和能效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数据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高达1020马力和1500磅英尺的扭矩，竟然能够被安装在一辆可以日常驾驶去超市购物的4门轿车里。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特斯拉通过 Plaid Models 所实现的不仅仅是打破一系列的加速记录，他们颠覆了关于性能和效率的传统认知，为所有未来的电动汽车重新书写了技术蓝图。大多数汽车制造商往往只专注于两者之一，要么追求极致的动力性能，要么追求更长的续航里程，而特斯拉却能够同时实现这2点，并且是以更轻的车身重量、更少的零部件数量以及更低的能量损耗来实现的。其秘诀不仅仅在于先进的软件算法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技术，更在于其革命性的电机设计。那些采用了碳纤维套筒、转速超过20000转斐分钟的转子，仅仅是这一切的开端。当你身踩 Plaid 版本的加速踏板时，所释放的不仅仅是原始的蛮力，你所激活的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这套系统旨在榨取出车辆的极致性能，并以最小的能量损耗实现最大的动力输出。3台电机完美的协同运作，爆发出惊人的1020马力。令人惊叹的不仅仅是车辆的极速表现，更在于其性能的稳定性。无论电池电量是充足还是接近耗尽，无论是在酷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季，车辆始终能够输出持续且强劲的扭矩，几乎不存在任何的能量衰减，没有传统汽车的换挡顿挫感，没有涡轮增压的迟滞现象，更没有任何的动力延迟。特斯拉的电机系统不会过热，无需复杂的冷却回路，更不会像高性能的汽油引擎那样疯狂的消耗能源。特斯拉的电机设计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扭矩和动力，更实现了更优异的热管理、更高的耐久性以及更高效的能量利用。尤其是在极限负载的工况下，其优势更加明显。特斯拉并未就此止步，在2023年3月，他们对外公布了新一代电机的设计方案。这项新技术不仅能够提供突破性的扭矩和功率，更具备卓越的热管理能力、更高的耐久性以及更高效的能源利用率。尤其在极端负荷条件下，其性能表现将更加出色。
特斯拉的电机设计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扭矩与动力，更实现了更优异的热管理、更强的耐久性以及更高的效率。尤其是在极端负荷的情况下，特斯拉并未停止创新。在2023年3月，他们公布了其新一代电机技术，此时情况变得真正令人震惊。他们彻底摒弃了稀土金属的使用，不是减少使用量，而是完全淘汰。这一举措直接冲击了传统电动汽车仍然严重依赖的全球供应链。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地缘政治风险的降低、稀土矿开采量的减少以及长期生产成本的下降。他们还将逆变器中关键但昂贵的碳化硅使用量削减了 75%， 在不牺牲任何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事实上，制造一台新一代电机的成本仅需大约1000美元，这绝不是比物。这款电机能够让车辆的起步加速超越布加迪凯伦，最高时速突破200英里，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超过300英里。如今，特斯拉生产这台电机的成本甚至低于一台高端笔记本电脑。这些不仅仅是速度惊人的座驾，更是可以大规模量产的精密机械系统。它们能够以数十万计的规模进行批量生产，并且能够实现盈利。这正是特斯拉的独特之处。其优势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在于能够在工业规模下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发展。让我们再次审视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0-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仅为 1.98 秒，1/4英里的加速时间为 9.25 秒，能够持续加速至200英里每小时，并且还能同时搭载4名乘客和一个全尺寸的后备箱。这不仅仅是超级跑车的性能范畴，更是打破世界纪录的疆域。特斯拉打造这款车型并非仅仅是为了炫耀技术实力，而是为了实现大规模的量产。即便配备了21英寸的大尺寸轮毂 Plaid 版本的 Models， 依然能够实现美国环保署 EPA 认证的348英里续航里程，而在实际的高速行驶中，其续航里程也能够达到约300英里。尽管拥有如此极致的加速性能和3电机的强大动力输出，其平均油耗折算值约为101英里非加仑，这是一个任何内燃机高性能汽车都难以企及的数字。但仅仅依靠强大的性能是无法赢得电动汽车这场战争的，真正的制胜关键在于效率。特斯拉的电机架构实现了卓越的能量控制，无需庞大的冷却系统，也无需笨重的热管理系统。所有的部件都设计得非常紧凑、精致且高度集成化，这意味着更低的风阻系数、更低的能量消耗以及更少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大规模生产的天敌。当每年的产量突破50万辆时，每一个螺栓都变得至关重要。特斯拉正是这样做的。当其他汽车制造商还在努力改造其原有的燃油车平台以适应电池组时，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完全从零开始进行设计和制造，每一个零部件、每一台电机、每一组电池包，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完全是为了电动化而生。这绝不仅仅是一些细微的差别，这正是特斯拉成本优势的根本来源。再来看特斯拉的工厂布局。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年产能约为75万辆，位于德国柏林的工厂正朝着年产50万辆的目标稳步前进，而位于美国奥斯汀的工厂也已经突破了 37.5 万辆的年产能，并且还在不断扩张。未来位于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印度的新的超级工厂也将陆续投产。随着位于圣地亚哥工厂的筹建，特斯拉不仅仅是在制造电动汽车，更是在打造一座座电动汽车的城市。整个生产生态系统都围绕着高产量、高速度和垂直整合进行优化。在这些工厂内部，特斯拉使用堪比小型建筑的巨型 Gigapress 压铸机，一次性压铸出整车的框架。过去需要数百个焊接部件和机器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序，如今仅需一台机器在短短几分钟内即可完成。这绝非简单的调整，而是汽车制造业的一场革命性变革。特斯拉甚至将其电机设计得如同乐高积木一般灵活、紧凑、模块化，可以轻松地适配多种不同的车辆平台。无论是 Models、Cybertruck、Semi 卡车，还是未来的其他车型，都将共享其核心的电机架构。这意味着零部件的通用化、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以及成本的大幅降低。这种协同效应不仅仅体现在装配线上，特斯拉还采用了直接销售的模式，其电机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以灵活地适配不同的车辆平台。Models、Cybertruck、Semi 卡车以及未来的车型都将共享这一核心的电机技术，这意味着零部件的通用化、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显著降低。这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生产线上，特斯拉还采用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模式，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任何加价行为，通过无线软件更新取代了昂贵的维修服务。由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没有排气系统，并且活动部件更少，平均每位特斯拉车主每年在服务中心停留的时间不足10分钟，这并非是一种奢侈的体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优势。
这些效率的提升层层叠加，从精密的电机设计到高效的超级工厂车间，特斯拉在每一个环节都在努力削减成本，但却从未牺牲动力性能、速度表现或续航里程。正因如此，特斯拉的利润率才能在整个行业中遥遥领先，即使在进行价格调整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盈利能力。这也使得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如今在各个领域都疲于奔命，努力追赶。当其他企业还在畅想未来的时候，特斯拉已经以数十万辆的规模将未来制造了出来，而这一切都源于其核心的创新，突破了转速的极限，摒弃了对稀土金属的依赖，重新定义了电动汽车时代性能的新标准。当其他厂商还在争论电池的参数和电机的微小调整时，特斯拉已经瞄准了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掌控道路本身。他们通过其他汽车制造商不敢轻易涉足的领域实现了这一目标，那就是自建一个庞大的充电帝国。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早已不仅仅是一项额外的服务，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基础设施优势。凭借遍布全球的7100个充电站和67300个充电桩，它已经成为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黄金标准。而真正的亮点在于其惊人的 99.97% 的运行率，这个数字不仅优于其他任何充电网络，甚至比大多数移动通信网络的可靠性还要高。当其他品牌的电动汽车车主还在四处寻找可用的充电桩时，特斯拉的车主只需要简单的插上充电枪就可以安心出发，他们无需担心充电应用的崩溃、充电桩的故障或者猜测充电桩的可用性。而特斯拉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已经开始推出最新的 VFE 超级充电桩，通过 CCS 适配器和标准的信用卡读卡器，将充电功率提升至高达325千瓦，并且向所有品牌的电动汽车开放其充电系统，不再仅仅局限于特斯拉自己的车辆。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策略。没错，特斯拉如今正在为竞争对手的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并从中获取收益。到2024年底，美国将强制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金支持的充电设施都必须支持非特斯拉品牌的电动汽车。特斯拉显然早已预见到了这一趋势，他们主动同意开放其充电网络，如今有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这就像是在一场棋局中提前布局，而其他的参与者才刚刚开始学习游戏的规则。但特斯拉不仅仅打造了最完善的充电网络，更重新定义了充电接口本身 NS 接口，这个曾经是特斯拉独有的充电插头，如今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标准。福特、通用、沃尔沃、Rivian、奔驰，所有的这些汽车制造商都纷纷屈服了，他们都在自己的车型中整合 NCS 接口。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强烈要求能够接入特斯拉庞大的充电网络，再也不需要笨重的转换器，再也不用忍受那些速度缓慢的 CCS 充电桩。特斯拉的插头更快更时尚，并且已经遍布各地。特斯拉正在重演当年苹果公司对智能手机行业的颠覆，只不过这一次战场换成了广阔的道路，他们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格式标准和生态系统。如今整个汽车行业都被迫跟随，其影响力远不止于北美地区，在欧洲我们正看到基于特斯拉 CCS2 标准的超级充电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在中国，特斯拉正以一家科技公司的速度进行扩张，建立起巨大的充电广场，密集的在城市中进行布局，并提供无缝的支付系统。中东市场也即将加入这一行列。这些不仅仅是汽车充电器，它们更像是2000年代初诺基亚的基站一样，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据点。谁掌控了充电接口，谁就掌控了能源的流向，而特斯拉已经牢牢占据了接口的主导权。但基础设施领域的霸权仅仅是硬件层面的制高点，特斯拉真正的武器在于软件层面，而人工智能正是在这个领域占据着核心地位。当其他汽车制造商还在采购现成的芯片，租用英伟达或亚马逊 AWS 的云服务时，特斯拉却自主研发了 Dojo， 一台专门为人工智能训练设计的超级计算机。Dojo 通过特斯拉车辆采集的真实路况影像数据进行自我净化，这绝非仅仅是营销上的术语。我们所谈论的是特斯拉每小时处理超过100万英里的驾驶数据。每一个停车标志，每一位行人，每一次潜在的危险情况，都成为了 Dojo 学习和提升的燃料。这些数据绝不会被闲置，它们被迅速的处理和分析，并在短短数周内，而不是数年，转化为软件更新，直接推送到每一辆特斯拉汽车上。Dojo 的核心是特斯拉自主设计的第一芯片。整个 Dojo 架构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由多个机架组成，最终将形成特斯拉所称的外骨骼 Exopod。
具备外壳级 exaflop 的计算性能。简单来说，其计算能力已经超越了谷歌、Meta 或亚马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训练集群，并且完全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这种垂直整合的模式意味着特斯拉无需依赖任何第三方供应商，没有英伟达的芯片瓶颈，没有第三方的成本增加，更没有数据传输和处理的延迟。他们完全掌控着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整个系统架构、庞大的车辆数据、全球性的网络以及快速的反馈回路，而这个反馈回路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收紧。每当特斯拉的车辆行驶、泊车、规避危险或者发现新的道路情况时，都会将相关数据实时传输到 Dojo 的大脑中。这个大脑随后会通过空中软件升级，无缝且静默地优化整个特斯拉车队的软件。当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还在执行年度车型更新的时候，特斯拉已经在实时地推进其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但这不仅仅关乎汽车本身 ，Dojo 以及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架构实际上是开启一个更宏大愿景的万能钥匙。试想一下，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服务，不仅驱动自动驾驶汽车，更可以赋能机器人技术、工厂自动化、能源优化以及智能虚拟助手等各个领域。特斯拉已经暗示 Dojo 有望在开放式人工智能训练市场与英伟达展开竞争，向其他需要大量计算能力的企业出租其强大的算力。考虑到当前全球芯片短缺以及云服务成本不断攀升的现状，这不仅仅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更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大机遇等待被开启。想象一下，由全球超过500万辆特斯拉汽车目前所使用的视觉和决策模型训练出来的机器人，当他们被部署到特斯拉的工厂千家万户，甚至是那些我们尚未涉足的行业领域时，将会发生什么？真正的故事并非仅仅是特斯拉制造出了更优质的汽车，而是他们正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实体人工智能企业，拥有自己的云平台、自己的 AI 芯片、自己的庞大车队以及自己独有的训练数据集。谷歌没有这样的体系，苹果没有，英伟达也没有。当你将这套强大的体系与特斯拉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霸权地位相结合，每当福特或通用汽车的电动汽车插上特斯拉的充电枪时，特斯拉都能从中获利，你就能真正看清整个战略布局的宏大图景。这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电动汽车的竞争，而是特斯拉正在将整个移动出行生态系统转变为一个垂直整合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能够持续盈利的庞大机器。这是一个由每一次充电行为、每一段行驶里程、每一个数据点所构成的自我强化循环体系，性能的提升、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循环中不断迭代增强。当其他汽车制造商还在为艰难的电动化转型挣扎求生时，特斯拉已经开始铺设道路、制造机器人、部署服务器、构建完整的系统，其精准度、速度和宏大的野心，没有任何其他企业能够与之匹敌。未来不属于那些仅仅制造出最完美汽车的企业，而是属于那些能够掌控道路、充电基础设施、核心芯片以及驱动这一切的智能系统的企业。当其他企业还在忙于适应变革的时候，特斯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扩大其领先优势，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不仅远远落后，更在自身沉重的历史包袱下逐渐分崩离析。先来看看那些传统的汽车巨头。福特、通用、丰田、大众这些企业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的平台臃肿不堪，工厂的设计仍然围绕着内燃机展开，供应链则被过时的设备和背负沉重债务的运营模式所束缚。他们试图在化石燃料的基石上强行构建电动化的未来，但却屡屡受挫。每一款新的电动车型都面临着上市延迟、预算超支或关键功能缺失的问题。电池供应陷入瓶颈，软件漏洞频发，利润持续萎缩。与此同时，那些曾经闪耀的新锐初创企业，如 Lucid 和 Rivian， 本应成为特斯拉敏捷的竞争对手，却残酷地遭遇了现实的打击。他们的产量极低，亏损却高得惊人，生产每一辆汽车的成本都高于其售价。他们正以惊人的速度烧掉数十亿美元，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如果无法实现大规模的量产，他们的技术优势即便真的存在，也毫无意义。他们没有特斯拉庞大的车队规模，也没有特斯拉完善的充电网络，更不用提特斯拉所拥有的海量数据。而真正的潜在威胁来自于中国的比亚迪，它固然在中国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一旦走出国门，其境况却急转直下。比亚迪的全球扩张受到了出口管制、关税壁垒以及疲软的市场需求的限制，其车型定价更低，利润更薄，且高端配置相对较少。在欧美市场，它目前尚未构成真正的威胁，仅仅只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角柱。
现在让我们放眼全球，对比一下特斯拉的战略布局。特斯拉不仅仅是在制造电动汽车，它正在构建一个围绕电动汽车的完整生态系统，自主研发电机、软件芯片、充电站以及人工智能架构。其工厂的设计以速度而非传统的生产工艺为核心。车辆可以通过空中软件升级实现自我更新，即便在实施降价策略之后，特斯拉的利润率仍然稳居行业之首。当其他企业还在苦苦挣扎于每年生产几万辆电动汽车的时候，特斯拉全球的年产量已经逼近200万辆，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当传统的汽车制造商深陷于巨大的沉没成本和僵化的官僚体系时，特斯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飞驰。当那些初创企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时，特斯拉正在加速其全球扩张的步伐。当竞争对手还在将核心零部件外包给第三方供应商时，特斯拉已经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硬件、软件、能源、人工智能，所有这些关键要素都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之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赛跑，而是一场重塑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伟大征程。特斯拉的领先优势已经不能用月份来衡量，它体现在其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增长的数据生态以及强大的实战执行力上。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等到竞争对手终于能够赶上特斯拉目前的水平时，特斯拉或许早已大步迈向下一个充满机遇的产业领域。